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叫自投罗网。张冲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包大人，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。盗采金矿，杀人灭口，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。无凭无据，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？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？3年前，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，前去勘察矿脉，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，你却驳回探勘结果，非但未上报朝廷，反而利用范永、郭北盗采金矿，并将田野杀害灭口，谎称失足落山。如今，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冲，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。既然罪行已被揭发，就该坦然接受国法的制裁。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，竟然会在今天出现。不过，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，恐怕也未必办得到。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。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。好，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。都给我退下！剑法竟如此高明，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。不，就算死，我要找个人赔。大人小心！保护大人！将军难免阵前亡，我死得其所。大人，他是存心想死，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路了。然而，
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禄呢？大人，张冲伏法了。王朝马汉在，派人收拾善后。是。公孙先生带齐政务，我们立刻前往王府。王爷，包大人，你身穿官服，带着人马，到王府来，不知所谓何故？王爷，包拯今日是为了公事而来。哦，那本王的王府之中，能有何公事而言？包拯有可靠证据，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，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。啊，竟有此事？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？柴禄。包大人，你可有可靠的证据？盗采3年，不法所得的黄金，就藏匿在王府之中。柴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，足证乃是私财私铸。包拯要依法行事了。事实俱在，本王无话可说，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。多谢王爷。王朝马汉在，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，带回驿馆先行保管，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，依法剿捕。是。张龙赵虎，属下在。柴禄罪证确认，将他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审讯。是。多谢王爷配合。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，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，违法乱行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柴禄违犯国法，但是个人行为，既非朝廷官员，又无责任归属，自然与王爷无涉。正所谓人上一白，形形色色，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？本王调教无方，难辞其咎啊。不过，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，包大人是如何查获？莫非是那张冲被擒，招供出来的？回禀王爷，张冲他持械拒捕，更图谋行刺大人，已经被当场格杀。
他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，进而循线追查，才查出柴路涉案。什么物证？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。哦，这图上的印记，可是王爷家族所有。这幅藏宝图，在柴家已有100年之久了。那柴路身为王府总管，谁知竟敢监守自盗，将此图交给张冲，共谋盗采金矿，真可谓人心难测。王爷无需为他难过，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王爷，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，烦请王爷赐回。那是自然。王爷，如今此案人赃俱获，今日整理清查，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。罪人拜见包大人。柴路，在本府升堂之前，先要询问于你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，不会有人发现，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。我只能说，天不从人愿，别的我无话可说。然而本府却要问你，那张羊皮矿脉图，可是由你交给张冲，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？事到如今，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不错，我身为王府的总管，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。3年前，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，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，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。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？你又如何信得过他？我与张冲乃是世交，祖上同朝为官，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，我绝对信任他。那张冲文武双全，又蒙朝廷器重，只要尽忠职守，日后必能飞黄腾达，又怎会弃之不顾，与你狼狈为奸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？包大人，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！这与本府是否清廉，又有何关？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，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，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？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，够几辈人享用。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。哼！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只怪他没那个福分。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，更让柴王爷蒙羞。这一点，你又可曾想过？我贪图黄金，包大人依法处死，我罪有应得。唯有对王爷，
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。大人，柴禄所说并非实言。哦，展护卫是据何而论？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，接下来他应该明白，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。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，显然他不相信柴禄，怕他会私吞黄金。可柴禄却说，他们互相信任，这话显然是假。展护卫言之有理。柴禄，你可有说辞？展大人想的太多了。张冲做事一向缜密，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不住他的证据，所以他才留下的。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3年前批复的公文，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。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，若是有心逃走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，丧命在我的剑下，这又为何？他是为了维护我？一派胡言！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？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，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？柴禄，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，如今那张冲已死，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，罪证确凿，毋庸置疑。明日本府升堂之后，再详加论断。柴禄无话可说，任凭包大人发落。张兆虎，属下在。将柴禄押回大牢，由你2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张龙、赵虎带着士兵，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，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。带回来查封站馆的黄金，更要确保安全。王朝马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，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，有任何动静，我会马上知道。好，公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？回大人，学生都已准备妥当。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。大人，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？如今张冲已死，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。真正的原因，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。我知道。婉儿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婉儿，你说。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哦，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？他要保护的是柴玉。是我亲眼看到他们3个从库房里面走出来。
柴玉才是主谋。张冲与柴禄之所以会听柴玉的话，都源自他们的祖先对前朝时的柴家忠心耿耿。那已是将近100年以前的事情了，没想到他们依然如此执着。这就是愚忠。当事者自认为耿耿忠心，却将忠字用于不义之事。所以张冲才宁愿一死，以保护柴玉。不错，他以为如此一来，便查不出幕后的主谋是柴玉。可柴禄也是个人证，难道他也会寻死不成？张龙赵虎亲自守在大牢外面，就是防他自尽。要是他死不招供，又如何能查出柴玉？只要能够证实柴玉的确与他们曾经在藏经之处进出，就可以证明他对此事知情。单凭这一点，便足以将他治罪。可婉儿是亲眼目睹的。除了婉儿之外，还有那些守卫藏经的卫士也是人证。可是他们都是柴禄的心腹。就因为他们全是柴禄的心腹，所以在搜查王府之后，我命张龙赵虎把他们关进大牢，逐一调查。展护卫此举的确掌握了先机，有了那些卫士的证词，便已足够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就前往王府，将柴玉拘捕到案。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，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，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。更残忍的是，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。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，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。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，否则会让他更痛苦。除了婉儿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。包大人。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，何不早点歇息？本府尚无睡意。大人，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？不，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。虽然她拒绝了柴玉的提亲，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。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。小小年纪，便要承受如此折磨，怎不令人慨叹呢？
大人，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，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，请大人不必为她忧心。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，让他留在驿馆，在未结案之前，不要让他知道太多，以免徒增感伤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，可大人您自己呢？展护卫此话何意呀？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。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多，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纠办。司仪与公务之间，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。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本府既然走上执法一途，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哪怕再不情愿，也必须坦然面对。大人，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。不，驿馆扣押的黄金，很容易让人觊觎，有你守护，方可万无一失。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。大人，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，出面阻止，以王府兵力之多，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。柴王爷深明大义，又识大体，本府确信，或许他会试图阻止，但绝不会不计后果。包大人，柴禄已然被你抓走，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？王爷，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。包大人，此话怎讲？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，小王爷非但涉案，而且更是主谋。包拯是来拿他归案。你，包拯情非得已，请王爷恕罪。王朝马汉在，将柴玉押往州衙。是。且慢。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？包拯，此处是本王的府邸，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。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？王爷，包拯奉旨代天巡狩，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，入府拿人有何不可？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，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。来人！听候本王号令。是。王爷，胁迫钦差，抗旨而行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。依法该当如何？王爷心知肚明。王爷一念之差，柴家100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，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，还请王爷三思。退下。是。包大人，王爷，
捉拿柴玉，不知可有凭证？公堂之上，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，还请王爷相信，包拯依法执法，绝不偏颇。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，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？国法不外人情，王爷所请，于法无碍，当然可以。多谢包大人。不过，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，还请王爷体谅。婉儿姑娘，你要出去？展大人，我想去一趟王府。包大人不是再三交代，叫你不要去的。大人是担心我，如果我去了，会无法承受小王爷被捕的事实。你既然明白大人的苦心，为何还要去增加痛苦呢？因为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。要是非办不可，我找人替你去办。这件事除了我自己，谁都办不了。你执意要去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不过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我明白。柴学生的确是捏了一把冷汗。倘若柴王爷下令攻击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本府说过，柴王爷绝对不会不计后果，出此下策。大人说的是，欺君之罪，罪在不赦；协众抗旨，视同谋反，一律该满门抄斩，诛杀九族。幸好柴王爷悬崖勒马，才不致铸成大错。倘若柴王爷一时控制不住，那么太祖皇帝当年所留下的柴家血脉就到此而终。柴家失去的就不只是柴玉一个人了。不过柴王爷既有袒护柴玉之嫌，大人又怎么会让他们父子单独见面呢？父子之情乃是天性，而柴玉此去必死无疑，本府又岂能不加以成全呢？带人犯。
柴禄，你勾结张冲盗采金矿，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，多少平民百姓遭殃。如今罪证确凿，你还不俯首认罪？包大人，私采金矿、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，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，请包大人明察。哼，那柴玉也已亲口供认是他主谋，你休想为他脱罪。包大人，堂下听判。柴禄，你盗采金矿，藏匿赃物，合谋杀人，罪不可赦。本府奉旨代天巡狩，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狗头上伺候。是。慕容姑娘，我在等你说明，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，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？你宿疾缠身多年，访遍了名医，仍无法根治。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，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，怕受打击？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？医道医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。多少医者前辈，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。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，做过几次诊疗，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，再不做任何的治疗。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？我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，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，为我诊治。柴玉，柴玉，包大人，你虽无爵位，又无功名，但毕竟是王室之后，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。多谢包大人。方才你已坦诚罪状，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？不必了。柴玉触犯国法，理应受到惩罚，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。堂下听判。柴玉，你身为世袭阵亡之后，本为备位王爷，就该上提皇恩，安分守己，
你却教唆府中总管柴禄勾结张冲，盗采金矿，因而导致黎民百姓家破人亡，依法论罪，其罪当诛。本府以代天巡狩之权，以大宋律例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龙头上伺候。是。下留人！臣包拯叩接太祖皇帝圣旨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包大人可以官职了。太祖皇帝开国称帝之时，封本王千父为正王，同时颁下此诏，纵使犯下叛国谋反之罪，皆得凭此诏，免死一次。王爷要凭着免死金诏，换柴玉一命。不错，恳请包大人遵旨而行。包拯却难从命。包大人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！王爷，包拯并未抗旨。难道这免死金诏有假？太祖皇帝所赐，当然不假。既然这金诏不假，那包大人不遵旨而行，岂非抗旨？只因这金诏虽然不假，却免不了柴玉的死罪。你，王爷，这金诏之上分明写道：历代阵亡，皆可凭此金诏免死。那柴玉虽是王爷之子，却尚未世袭爵位，又怎能免他一死？包大人，难道不能网开一面？包拯依法论法，依职论职，无权开脱。好，那么本王就不要这爵位，将王爷的头衔立即传与柴玉。王爷之位，只可承袭，不能禅让。王爷心知肚明，除非王爷100年之后，否则那柴玉继承不了王爷爵位。王爷不舍爱子，包拯岂会不知？只是就事论事，包拯实难从命，还请王爷见谅。王爷，请恕包拯必须依法行事。
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二次升堂。是。包大人且慢。王爷莫非依然不肯罢休？不。本王只是想最后再见玉儿一面。王爷，如今那柴玉已是定宴死囚，行刑在即。若与王爷私下会面，恐有不妥。包大人不必为难，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，还请包大人成全。大人，受刑人家属听审观刑，于法并无禁制。然而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？也罢，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，离堂回避如何？多谢包大人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请展护卫陪伴王爷，同往公堂。是。玉儿，爹，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，你是救不了我的。玉儿，你说的没错，是孩儿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包大人依法行事，孩儿无话可说。爹，孩儿不孝，不能为爹奉养天年，请爹要多加保重。孩儿告别。玉儿，玉儿。包大人。王爷，包大人，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，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，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。王爷意欲为何？本王即刻当堂自尽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爹，王爷，爹，玉儿。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。爹，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，已经不孝。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，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，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。爹，我求你打消此念头，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！爹，玉儿，玉儿，爹一定要救你。包
包大人，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。王爷，只怕王爷纵是一死，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。你，纵使王爷当真归西，也必须上报朝廷，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。文书往返，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，至少历时1个月。王爷，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包大人，难道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？王爷，国法当前，岂容本府苟且徇私？包拯，你……王爷，王爷，爹，包大人执法守法，你又何苦为难他呢？玉儿，此事已经无法回天。如今既然已经改朝换代，就应该遵守国法。国法当前，又岂能侥幸？孩儿触犯国法，情愿认罪伏法。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，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。请包大人依法行刑。玉儿，玉儿，展护卫，在。将王爷请出公堂，回避行刑。是。请。王爷，请吧。来人呐！在。准备行刑。是。开打！
学生已将全案整理完善。回京之后，依例再上报朝廷。婉儿还好吧？他的心情好像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。那些犯下错误的人，为什么总是要伤害关心他的人？本府执法一生，这种情形不知见过多少，却始终百思不解。大人，你见过柴王爷了？没有。去见了又能如何？只是徒增感伤。大人，属下心里有话，憋在心里不吐不快。你说，免死京兆，不能换回柴玉一命。普天之下，只有王爷和大人知道。只要大人不说，没有人会对免柴玉之死提出异议。大人为何不肯成全呢？这就是法与情、公与私之间最难掌握的分寸。稍一不慎，公理正义就会荡然无存。君子不欺暗室。如果因为没有人知道，就有所偏颇，很可能会因此造成无辜之人受害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执法者了。可是对柴王爷而言，大人岂不是太过不通人情？我常说，这就是执法者的无奈与悲哀。一旦踏上了执法之路，这无奈与悲哀就必须一并承受。然而大人却不愿意见到别人也受到同样的痛苦。当然，尤其是自己所熟识的人。柴王爷，还有婉儿。尤其是婉儿，他会以为将柴玉送上铡刀的是他。倘若他无法看透这一点，这种痛苦就会陪伴他一生。